夜晚，一个男人走在森林中，突然一个女孩被人追着朝这里跑来，而他的书童却丝毫没有察觉。男人握紧手中的扇子，很是紧张。等女孩跑近后，男人发现她竟然不是人，而是一个女鬼的魂魄。就在这时，判官的武器朝女鬼袭击而去，直接打中鬼姬，从而倒在地上痛苦不已。一旁的男人为了不暴露自己能看见鬼魂，连忙将地上休息的仆人叫起，让他快点开始赶路。随后，男人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离开了。判官正准备将女鬼带走时，突然开始电闪雷鸣，而后一场暴雨来袭，主仆二人连忙来到一个破庙中躲雨。男人正在思考的时候，刚才的女鬼突然穿门进来，她也浑身湿透，显然是来躲雨的。看到一旁的火堆，女鬼很是欣喜，连忙坐在了火堆旁，想要将自己的衣服烤干。此时的男人正好转头看向一旁整理衣服的女鬼，女鬼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刚才追杀的判官。说着说着，女鬼甚至开始脱起了衣服。男人恰好转头，旁边的女鬼瞬间察觉了不对劲，她连忙将自己的衣服裹上，随后还拿起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他是不是看得见我？他刚刚明明和我对眼了。女鬼见事有蹊跷，便趴到了公子面前，随后伸出小手在他的脸上摸了起来。男人使劲忍住不要被发现，见公子并未有反应，这才放下心来，随后竟不要鬼脸的对其撅起了嘴。此时仆人的呼噜声传来，吓了女鬼一跳，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断，气恼的他一屁股坐到了仆人的身上，随后看着公子帅气的面孔，自言自语地吐槽起了自己的经历。原来女人名为阿娘，3年前的一个下午，她从梦中睡醒之时，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被一个鬼差牵引着走向黄泉，并且手上还被缠上了红绳。就在她慌乱之时，手上的红绳突然松开，阿娘见鬼差没有察觉，于是便转身逃离了现场。因为自己完全丧失了生前的记忆，自己的姓名、住处以及自己是怎么死的，她都一无所知，所以她便化作野鬼，整日像与她一样还为投胎的小鬼们打探线索。虽然整日遭到鬼差们的追堵，可却总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化险为夷。银雾被他的碎碎念烦到不行，于是便转身躺到角落睡了过去。可阿娘却没说够追上前，还想继续念叨。见银雾打起了呼噜，于是便也躺到了他的身前。生前从未体验过男欢女爱的阿娘，看着银乌俊俏的脸庞，突然心里窜生了一个羞涩的想法，于是躺在他的身前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书生带着仆人来到城中，想要打探自己失踪母亲的下落，可在路上却发现身后有不干净的东西跟着自己，于是他便将仆人打发到了一边，随后自己来到一片角落，将跟在自己身后的野鬼们全部唤了出来。野鬼们发现银雾真的能看到自己，于是当即上前跪倒在地，想央求着他为自己去县衙鸣冤。可银雾却一脸冷血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直接转身离开。藏在房顶上的阿娘看到这一幕，当即发出一阵冷笑。她偷偷跟在银雾身后，却被银雾一把抓住。女鬼惊呆了。就在她诧异之时，银雾一把甩开了她的胳膊。阿娘一脸好奇地问她，是想要来打探哪家姑娘的下落？可银雾却一脸怒意地让她滚开，随后直接转身离开。可阿娘却跟在她的身后，一直喋喋不休。阿娘说，我们也是同床共枕的关系了，没办法滚开。听到阿娘的话，银雾当即被气得脑袋疼，可阿娘却依旧不依不挠，非要让银雾帮忙查找一下自己的死因。银雾不想理他，阿娘却像个牛皮糖，死死地粘在了他的身前。银雾听得不耐烦，从袖子里直接掏出了一把红豆。阿娘还好奇这是什么呀，银雾便把手掌摊开给他看。阿娘见此，当即被吓得大惊失色，要是被红豆打中，搞不好他就会魂飞魄散。银雾一把丢出红豆，阿娘赶忙躲了起来。起身后，阿娘看自己没事，而银雾则一脸讥讽地告诉他，再继续纠缠下去，他就要丢针了。阿娘见此十分生气，我不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死因，就这么难吗？可银雾却告诉他自己又不是食道，这种事情不归自己管。女鬼说，是食道你就能帮我了吗？听到阿娘的话，银雾一脸不屑地告诉他，如果自己真的能当上食道，那就帮他查明真相。听到银雾的话，阿娘当即就找到了城中的巫师。巫师又惊又怕，阿娘说他在上面呢。巫师虽然看不到他，但是能听到阿娘说话。阿娘告诉巫师，想要让他帮自己一个忙，以后等他在骗人的时候，自己可以帮他偷偷做法。于是巫师便在深夜找到了县老爷，告诉他们自己占卜出了一位能担任城内食道的神人。于是县衙的几位老爷当夜便将银雾打晕，然后趁着夜色将他绑走，并为其换上了食道的官服，丢在了传说中闹鬼的食道府上。就在他想要挣脱绳索之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声响，食道，我代表碧阳县衙欢迎您的上任。屋外的几位官老爷在对其一番欢迎后，
当即就讨论起了明天如何来为银物收尸。这时屋内的烛火突然开始闪烁起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从房梁上悬空落了下来。银物毫不客气叫女鬼乖乖给她滚下来，要不然他直接一把揪住女鬼的头发，把她捆到门上。听到银物的话，阿娘赶忙从房梁上跳了下来，随后赶忙为银物松开了手上的麻绳，然后娇羞地告诉银物：“我帮哥哥当上了使盗，你一定要帮人家查清楚死因哦。”可银物却对他好像吞了毛毛虫一样的嗓子，十分无语。你为什么要发出毛毛虫爬进嗓子里的声音呢？阿娘告诉他自己听城内的女巫说过，有求于男人的时候一定要讲话甜一点，这样男人才会尽全力去帮助自己。所以之前的使盗都因为不答应你，就把他们杀了个一干二净嘛。听到银物的话，阿娘当即开始解释起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鬼魂。之前自己为了求他们帮助自己，于是便从阴间的黑市里买了能显形的药丸。阿娘突然出现在了眼前，教士道帮他洗刷冤屈。可刚上任的第一任使盗因为心脏不好，见到自己没过一会就猝死了。吸取了教训的阿娘，等到第二任使盗上任时，又悉心打扮了一番，可这次因为药丸不够，只吃了一半。就这样，第二任使盗大人也被吓得一命迷糊。最后一位是个身强体壮的大将军，阿娘见此还以为自己有救了，没成想对方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主，最后也没逃过被吓死的命运。在吐槽完后，阿娘又化身戏精，拼命挤出2行热泪，想要博取银幕的同情，可却又再次被银巫恶狠狠地赶走。气恼的他找到了巫女，吐槽她教自己的东西一点也不好用，可巫女却将她失败的原因全部归根到了她不够漂亮身上。阿娘见状赶忙问巫女自己要怎么做，巫女让她回去换一身好看的衣服，再擦上胭脂，好好打扮一番。可是鬼魂只能拿活人给自己供奉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亲人，去哪里找这些东西？突然这时阿娘灵机一动，你给我不就行了吗？你给我供奉不就可以吗？说我哪里来的钱啊？阿娘说钱这有什么难的？她将巫女带到集市上，自己替她把风，让她去帮自己顺一点东西，并对其许诺，只要自己帮她办成这件事情，自己以后绝对不会来找她。巫女见状只好溜到摊位前，在阿娘的指挥下开始进货。可刚将东西置办齐全，想走出集市就遇到了官兵，紧张的巫女当即将东西调了出来。这时身后的摊贩们也喊着抓小偷，巫女见状赶忙逃跑。就在她要被抓住之时，阿娘见状赶忙上前，一脚一个将官兵踹倒，并搂住2个商贩，让巫女赶快逃跑。一旁的银物见此大为无语。可就在这时，街上看热闹的小鬼突然好像看到了什么，吓得不断逃窜。原来是阴兵在天上看到这一幕，追了过来。他们掏出判官底，不断擒拿街上流窜的小鬼。阿娘在逃跑时刚好与银幕擦肩而过，银幕看到阿娘头上的发簪竟然与自己母亲当年的发簪一模一样，于是赶忙从街边找到一匹马，然后冲着阿娘追了过去。就在鬼差要追上阿娘之时，银雾突然骑马出现，一把将她拽到了自己的怀中。阿娘回过头看阴兵还在穷追不舍，于是便从怀中出一把桃花，对着阴兵撒了过去。阴兵赶忙停下脚步进行防御，可还是不慎被桃花割破了脸颊。银雾带着阿娘逃到了一片河边，在下马后见阿娘还呆坐在马上，于是便一把将她抱了下来，并顺手摘下了她的发簪。在确认这枚发簪就是当初自己送给母亲的后，银乌刚想问阿娘这是哪里来的，可阿娘却一把抢过发簪，告诉她这簪子自己死的时候就戴在了身上，她也不知道是来自哪里。在对银乌一番道谢后，便想要转身离开，可这时银乌却突然喊住了她，心里思考一番，如果能帮她找回回忆，说不定就能打探到母亲的消息，于是便答应了阿娘的请求。听到银木的话，阿娘瞬间咧开了嘴。而另一边，捉拿阿娘失败的鬼差来到了天庭，将在凡间发生之事告诉了玉帝。玉帝在听到消息后，并未对其责怪。这时阎王突然也赶了过来，他看着面前的鬼差，阴阳怪气地说道：“怎么想我都想不明白，锁魂绳是怎么松开的？”鬼差听到后并未接话，而阎王又将目光瞥向了玉帝。玉帝却告诉他，世间万物百转轮回，总有一天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随后走到自己的小绵羊面前，轻昵地摸了摸他的脑袋，紧接着一片祥云飘过，人间瞬间下起了暴雨。因为凡人看不到阿娘的存在，银雾为了查找线索，于是便想为他画出一幅画像。阿娘见银雾神情肃穆，还以为他十分靠谱，可不料在看到画像后却瞬间傻眼，这是画的什么东西？最后经过一夜的奋斗，这才画出一幅大概能看出人形的画像。正在阿娘看着画像思索之时，银雾却又突然起身，一把抢过了画像。这破东西就算贴出去也没人认得出来，
他询问阿娘死在哪个地方，不如去那里找下线索。可阿娘却直接告诉他不知道。他现在只知道2件事，一个是自己是一只丧失了3年记忆的女鬼，还有就是自己的肚子好像被刀捅过一刀，我会不会是被捅死的？樱雾都气死了，责备阿娘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早说。2个幼稚鬼气的谁也不理谁。第2天，樱雾来到县衙，让县官们将衙内所有的杀人案卷宗都找了出来，想要从里面寻找线索，可翻了一大圈却什么都没发现。就在晚上回去的路上，他却突然发现一间民宅内竟然亮着烛光。樱雾察觉不对，当即顺着墙沿翻了进去。在走进房间后，他看到地上摆放着一堆女人绣花用的物品。他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盒子，刚想打开，可屋外却冲进来一位妇人，让他赶忙将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去。在对其一番打听后，樱雾这才得知，这所住所是之前使到小姐的屋子。小姐在3年前的今天离奇失踪不见，所以每逢这天，当初侍奉她的婆婆都会将屋内的蜡烛点亮，等待小姐回家。这个去世了3年的女人，终于在今天回到了自己生前的家。看着桌上摆放的胭脂水粉，还有一旁与自己衣服上一模一样的刺绣，阿娘看着他的样子就直接愣住。阿娘上前询问樱木这身打扮怎么样。樱木虽然被惊艳到，可还是嘴硬的告诉他和之前差不多呀，就是头发扎起来了。他让阿娘在房内老实等他，自己去未婚夫的府上将他约出来。可刚走出没多远，就对着阿娘吐槽了起来，还不如当初披头散发时候好看呢。不过不管怎么样，果然还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了。而阿娘这边因为闲着无聊便溜了出去。他走到一处屋子前，突然想起在阴间的鬼市里有一种可以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可视丸，于是便想去买一点，让未婚夫看到自己的样子。可刚走到鬼市的入口前，就被一群小鬼给盯上，冲进鬼市里就想要将他带走，并且还踩脏了他的新衣服。阿娘对此十分恼火，当即便与他们打了起来。可纵使他身手不凡，还是因为寡不敌众，最后被小鬼们绑到了头目面前。就在小鬼头目要对他动手之际，樱雾突然从身后出现，一把就将阿娘拉回了自己怀中。看到他的新衣服被弄脏，当即便对着阿娘训斥起来：“你知道这件衣服多贵吗？”一旁的野鬼头目看樱雾完全不将自己放到眼里，于是便让小鬼们上前教训他。可刚交手没过多久，鬼差就突然从屋外破窗而入。樱雾见此，赶忙拽着阿娘跑了出去。这时天上下起大雨，樱雾在雨中拉着阿娘跑到了与未婚夫约好的凉亭中。本来衣服被弄脏，阿娘就十分生气，现在又被淋成了落汤鸡。气恼的她不断对着天上大骂玉帝是个糟老头子，你这个讨厌的死老头子。而这番话恰好被在天上跟阎王下棋的玉帝全部听到。阎王说又有人在骂我们的一介之主。玉帝淘气地说他骂的是糟老头，可我不是啊，因为未婚夫的失约没来。气恼的银雾刚要回去，
可在路上却看到一群人正慌忙地向着城外跑去。他将混在人群中的仆人喊住，向他询问缘由。郊外的荒山上出现了一具年轻的女尸，好像是之前使道小姐的尸体。听到仆人的话，银雾赶忙赶去现场。到了后，就看到阿娘生前的乳娘正坐在一具尸体前不断的哭泣，而女僧身上穿的裙子正是阿娘身上那条。银雾上前翻开草席，发现正是阿娘的尸体，可她母亲的发簪却并没在尸体上面。终于在今天找到了自己的尸身，看着盖在草席下的自己，阿娘悲愤地转过头，直接奔着远处跑去。在路上，她回想起自己刚刚去世的时候，街上的路人突然穿过了自己的身体，自己被吓得不断大叫。因为饥饿，她去别人家门口偷吃祭品，被别的小鬼抓到，打了个半死。后面的她为了活下去，也开始从别人手里抢夺食物。她每天不光要面对无数难缠的小鬼，还要时不时的躲避鬼差的抓捕。可这一切都未曾击垮她的内心。可当看到尸体的一瞬间，阿娘的心里彻底破防了。而另一边，阿娘的未婚夫郑少爷也来到了事发现场。一旁的仆人想要将尸体抬回府上，可却被银乌以使道的身份上前阻止。郑少爷想要以自己为官的父亲为由，压着银乌让自己将尸体带走，却被银乌一口回绝。到了晚上，悲愤的阿娘找到了自己的尸体，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死在那么寒冷肮脏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会像一个草包一样被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她来到屋顶上，想要对着玉帝祈祷，让他帮忙为自己找出真相。可说着说着，就因为气愤对着玉帝再次大骂起来：你到底能不能帮我？你这个死糟老头子！还在与阎王下棋的玉帝听到阿娘的话，不禁被吓得猛一哆嗦。阿娘见求玉帝行不通，于是便再次找到了巫女。她引导着巫女来到一处荒废的客栈，巫女帮阿娘摘掉了门上的符咒。随后两人走进一间屋内，她让巫女按照巫术上的方法，在墙边挂了一块幕布，随后在她的耳边吹了一口气，巫女的身上瞬间起满了大包。阿娘让她忍一下，等到一会按照自己的暗号将幕布推出来，到时自己便会返回阴间，再也不会找他。果然没过多久，鬼差因为阿娘残害人类，瞬间就出现在了客栈内。阿娘想要让他带着自己去见玉帝，可鬼差却告诉他这种野鬼只能直接进地府，并没有见玉帝的权利。就在鬼差要上前捉拿阿娘之时，阿娘当即喊出了暗号，巫女顺势将幕布推上前，一个巨大的黑洞瞬间出现在了墙上，两人瞬间被黑洞吸了过去。鬼差在无奈之下答应了他的请求，在招魂灯的引领下，两人来到了黄泉江畔，然后将引渡船换至身边。鬼差带着阿娘踏上了去往天庭的路。很快，两人就来到一处瀑布旁，在冲下瀑布后，阿娘被带到了一处山洞内。洞前的白衣怪物看到有人前来，当即起身飞到了阿娘身边，盯着她的眼睛开始对她进行审视。而另一边，银雾从巫女的口中得知了阿娘回到阴间一事。银雾虽然有些沮丧，但也觉得对于阿娘来说，这是最好的归宿。第二天，他找到了县衙的官员们，让他们召集村内的村民，想要为阿娘举办一场风光的葬礼，使她的肉体得到安息。可就在葬礼举办当日，银雾刚刚换上丧服，准备前去祭拜，就在门前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看到阿娘又再次返回，银雾十分吃惊。这时，仆人也从屋内走出：“这是谁啊？你也是来出殡的吗？”听到仆人的话，银雾当即愣在了当场。为什么一旁的仆人也能看到他的存在？仆人还想上前搭话，却被一把拽住领口，随后赶出了院子。他一把拽住阿娘，激动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阿娘说她被玉帝复活了。听到这骇人的消息，银雾赶忙将阿娘拽进了屋内，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在山洞的时候，鬼差甩给了怪物一个眼神，怪物见此当即退后，在黑暗之中为两人打开了一扇门。阿娘见此当即跟着鬼差一同走了进去。等他再次睁开眼后，自己已经被鬼差拉着飞到了天上。飞了没过多久，鬼差就将他放到了一块莲花石上。就在阿娘诧异之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声响。阿娘抬头一看，远处的凉亭上正站着两个男人。他以为黑衣老头便是玉帝，于是当即对他骂了起来。鬼差见阿娘如此无礼，便赶忙提醒他对玉帝心意，可阿娘却并未对其理会，直接对他诉说起了自己的冤情。玉帝和阎王听后，见阿娘对自己的死因如此执着，便商量了一番，为其赋予了3个月的阳寿，让他自己返回人间查找答案。但如果到时找不出凶手，便会将其打入18层地狱，让他承受无法承载的痛苦。这样的惩罚你愿意吗？阿娘说愿意。听到阿娘的回答后，两人将阿娘放置中间，当即对其施展下了还阳术。就这样，阿娘的肉身被再次复活。回到人间后的阿娘，为了赶快找到真相，
于是便换了一身官兵的衣服，想要去参加自己的葬礼，从中查找线索。可却在半路上恰好撞到了自己的未婚夫郑玉身上。郑玉看到自己手上的戒指泛起一阵红光，当即大吃一惊。而阿娘则慌不及促地赶到了自己的葬礼现场。到了后，阿娘看着埋在地里的棺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这时，突然一旁的县官推了他一把，让他不要在这里傻站着，赶快上去帮忙填土。阿娘这暴脾气，当即与他争吵了起来。这时，银雾发现了假扮的阿娘，周围的县官们也察觉不对，开始辨认他的身份。阿娘看情况不对，赶忙撒腿就跑。气恼的银雾追回了家里，发现阿娘已经换好衣服跑了回来。阿娘还装傻充愣，银雾气得直接上手翻找起来，一不小心把阿娘的裙子撩了起来。气得阿娘直接甩手过去，这一巴掌将银雾的脸当即扇出了一个红红的掌印。而另一边，见过阿娘的郑玉在回家后找到了一个盒，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一件夜行衣。到了半夜，他来到林间的一间屋子，屋门缓缓地打开，郑玉抬起头，里面是一名巫师。巫师说完话后，房门又缓缓地关了上去。男人深夜潜入未婚妻的房间，拔出匕首，狼狠地刺进了她的心脏。女人很快便没了呼吸。男人从身上掏出一张封印灵魂的符咒，贴到女人耳后，符咒很快融进了阿娘的体内。他抱着尸体来到林中的一座木屋之前，然后将尸体放到了一座祭祀台上，随后摘下自己脸上的面纱，看着阿娘的脸，他俯下身子想要伸手抚摸一下，可却又突然忍住，随后便跑出了屋子。这时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声响，原来是巫师走出来。女巫听到他的回答，一把掀开了脸上的面纱，说好久没遇到这么纯洁的灵魂。可当男人带着女巫返回木屋，推开门后，女巫的脸却瞬间阴沉下来。郑玉进门一看，屋内的尸体竟然消失不见了。女巫面色阴沉地问他怎么回事，而郑玉则一脸慌张地追了出去。跑去哪里了？人呢？此时的阿娘已经拖着受伤的身体跑回了家里。就在他喘息之时，突然身后一只大手搂住了他。银雾刚想问他发生了什么，阿娘含糊不清地说了2句，然后就突然晕死在了他的怀里。等到郑玉回去之后，女巫发现他并未将女人带回，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然后对着他大骂起来。郑玉慌乱的想要解释，就放在这里，我明明带回来了。可女巫却根本不听。女巫则被郑玉办事不力，难道想回去和牛一起抢食物吗？听到女巫的话，郑玉瞬间回想起了自己儿时，因为吃不上饭，跑到牛圈里偷吃牛食被人耻笑，还被房主追着打的过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的高官父亲，都是女巫赐给自己的。而女巫对他的要求，就是让他在每月的月圆之时，为自己供奉一位灵魂纯洁的少女。第二天，银巫为了追查线索，于是便带着仆人找到了昨晚阿娘被绑的林中。在这里，他发现了一间阴气极重的木屋。银雾赶忙冲进屋内查看，看到面前的祭祀台上还残留着新鲜的血迹。银雾十分诧异，当即肯定就是昨晚阿娘留下的。是什么人将她带到了这里呢？正在他思索之时，突然角落的一个簪子吸引了他的注意。银幕上前一看，这个发簪竟然是当初自己送给母亲的簪子。阿娘身上那件，因为当初在天庭被判作了阴间之物，并未被带回阳间，但现在这个遗留在阳间的簪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女人被刺穿了心脏，却又离奇复活。醒来后，一头雾水的她掀开自己的伤口，发现里面已经愈合。她赶忙爬到桌子前，拿出一根木簪，然后狠狠地砸到了自己的手臂上。看到上面渗出的鲜血，阿娘用手一擦，里面根本没有伤口。阿娘瞬间就被震惊，她趴到窗前，当即对着天上大喊了起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糟老头子！可玉帝听到她的话，却并未对其做出任何回应。这时，鬼差找到玉帝，想要向其询问缘由。玉帝说：“不要着急，马上你就要忙起来了。”而另一边，银雾正在屋内看着发簪惊异之时，突然屋外的仆人慌忙冲了进来，他将银雾带到了一处枯井旁，枯井上面被盖了一层木板。掀开以后，银雾发现下面埋的是一堆白色的石头。就在两人惊异之时，他又突然发现石头下面竟然夹杂着一堆白骨。银雾赶忙跳进了坑内，在一番翻找过后，银雾发现下面埋藏的全部都是人，于是赶忙让仆人回衙门去搬救兵，随后便令人将井下的东西全部搬了上来。晚上回去后，银雾找到阿娘，告诉她那只簪子被她找到，并告诉她那间木屋应该就是她遇害的地方。说着就想拉着她回去，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可阿娘却对木屋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于是惊恐地跑开了。可当她跑到一片野地时，却突然想到自己身上会出现这种恐惧感，那代表着自己真的有可能是死在那里。于是她便跑到镇上，
偷偷拿走了一个灯笼，然后一个人来到了木屋前。鼓足勇气后，他推开房门，然后坐到祭祀台前，缓缓地躺在了上面。可过了好久，他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于是便想离开，可刚走下来就一不小心摔倒，撞到了一旁的柱子上。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想起自己当初从别人头上拽下过一个木簪，而那个木簪就是荧幕母亲的那根。他赶忙跑回去，想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荧幕，可却刚好被躲在暗处的郑玉给看到。郑玉都惊呆了，喃喃自语说：“这个女人不是被他杀了吗？怎么还活着？这不可能啊！”第二天，荧幕再次来到枯井旁，他十分诧异，这里明明这么多尸体，可为什么一点鬼魂的气息都没有？突然，这时他在一旁的土堆里看到一个黑色的布条，在经过一番翻找后，他发现周围还藏着很多。仔细一看，这些竟然全部都是黑色的符咒。突然，这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赶忙冲着林间跑去。果然，在不远处的树上也被挂上了井边的这种黑符。他将符咒拼凑到一起，发现上面分别标注了8个方位，而现在只差西北的1块就可以将8块凑齐。于是当即跑到林中一番寻找，在一棵断崖边的枯树上发现了缺失的符咒。他爬上枯树，想要将符咒摘下来，可刚抓住符咒，就不慎掉到了悬崖下面。不远处的巫女感应出了符咒被人毁坏，当即心头一震，难道一切都要被发现了吗？而天庭上，玉帝和阎王面前的水晶球也突然破碎。玉帝看着破碎的水晶球，当即命令手下的鬼差同巫灵前去查看情况。而另一边，阿娘因为找不到银屋，便来到枯井旁寻找，却恰好遇到了前来探查的巫灵。阿娘想要向其打听银屋的下落，可巫灵却并未理他，于是阿娘只好自己奔向林中寻找。没过一会，阿娘就发现了吊在断崖边上的银屋。她赶忙来到枯井旁，摘下封锁现场的绳子，想要爬下去将银物救上来，可却一个不小心直接从上面掉了下去。就在他要坠崖的一瞬间，银物突然拉住了他，他拼尽全身力气将阿娘拉上了岸，可又突然想起来阿娘现在是不死之身，顿时又觉得懊恼不已。在将银物的伤口包扎好后，阿娘在断崖旁发现了一个山洞，于是便将银物拖进了洞里。看银物冷得一直哆嗦，于是阿娘便趴到了他的身后，想要抱住他为他取暖，可银物却一脸嫌弃地说他身上凉得可怕，让他赶忙去寻找柴火生火。阿娘起来后摸了摸自己的脸，觉得还挺正常，可迫于无奈也只好去一旁寻找柴火。可刚走出没多远，就在一旁遇到了一个老头，阿娘被吓得连连后退。老头让他不要害怕，告诉他自己是前来挖山药的农户，遇到了什么困难自己可以帮他。可等到阿娘将他带到银屋身前，老头发现银屋一点都不会动势，顿时变了一副面孔。我也觉得我们可以生火了，毕竟我不太喜欢吃生的，我特别喜欢烤熟的。阿娘见此这才反应过来，面前的老头不是人，而是一只吃人心肝的恶鬼。阿娘见此被吓得连忙后退，可老头却抓住了她，直接张开了血盆大口，想要吃掉阿娘之时，突然发现阿娘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息。什么东西？难道你不是人吗？老头赶忙又凑上脑袋的嗅了嗅，怎么鬼也不是呢？阿娘见老头竟然骂自己不是人，当即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才不是人呢！老头起身后，先是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随后又仰天大笑。就当他要奔向阿娘身前吃了她时，巫灵突然现身，都把老头吓呆了。阿娘惊讶地询问巫灵，这个老头是什么东西？可老头却看着阿娘，直接告诉他，你马上就要出事了。就在老头嗤笑之时，巫灵直接一剑劈下，老头的身上瞬间出现了无数鬼魂。巫灵掏出判官笔，直接将他们收进了笔中。回去后，巫灵将在阳间之事告诉了玉帝与阎王。阎王告诉玉帝，阳间出现如此恶鬼，看来真的要出现大事。可玉帝却一脸悠闲地告诉他，不用担心，我们还有那个孩子呢，那可是我们的王牌。到了晚上，阿娘和银物两人一同躺在了山洞之中。阿娘看着面前熟睡的银物，不由得再次想到了两人初次见面时的情形，随即又开始对银物碎碎念起来。第二天一早，睡醒后的阿娘发现银物不见了踪迹，她赶忙起身大喊，听到银物的回答后，这才发现银物已经起来。两人看着山洞正在不断坍塌，于是便赶忙走了出来。正当他们站在悬崖边一筹莫展之时，突然上方一根绳子被抛了下来。银物抬头一看，是自己的仆人尸贴赶了过来，于是两人赶紧顺着绳子向上爬了起来。可等到银物爬上去后，阿娘刚要往上爬，仆人就偷偷念起来，绳子怎么不断了呢？这时突然绳子因为拉扯断裂，阿娘瞬间从悬崖上坠落下去。一名巫女站在祭祀台前，用自己的双手将血滴落到2枚符咒上面，
符咒上瞬间变换出一堆红色的咒语。他打开面前的木箱，将符咒放到里面的宝剑上面，符咒很快就跟宝剑融为一体。随后他拿出宝剑，走到祭祀台前，召唤出2名红衣鬼兵，然后将武器拿给了他们。到了晚上，2位夫妇在野外遭遇意外，就在他们的灵魂刚刚出窍，正看着自己的肉身感到诧异之时，突然2根红绳从后面将他们绑住，一名鬼差拖着他们的灵魂便向远方走去。这时突然巫女手下的鬼兵出现，上前将鬼差一刀砍死，随后拖着男人的魂魄就要离开。2名鬼差想要上前阻拦，却也被红衣鬼兵直接砍断胳膊。危急之时，巫灵突然显身与鬼兵扭打起来，一名鬼兵想要逃跑，被巫灵一箭射中，而另一名趁着间隙带着男人的鬼魂逃回了山洞。巫灵见此，直接上前将男人的魂魄稀释到了自己体内。而另一边，从昏迷中醒来后的银雾赶忙冲到了雅迪，想要寻找阿娘，可转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她的踪迹。昏迷中的阿娘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带到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她走出房门，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超大的院子里。她在院内转了好一大圈，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可就在她转到一个刻满符咒的竹林时，阿娘刚想触摸符咒，郑玉的父亲突然出现，他厉声呵斥阿娘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时突然郑玉从身后赶来，原来阿娘在坠崖之后被郑玉发现救了回来。郑玉想带着阿娘离开，可父亲却一把抓过阿娘。父亲说不管他是谁带来的，来到这里就不能让他走。听到父亲的话，郑玉当即走上前，趴在他耳边告诉他现在可不能这么做。难道你忘了上次因为你的过失，您的前夫人不小心来到这里，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你又遭受了什么样的代价吗？难道都忘了吗？听到郑玉的话，父亲赶忙松开手，而郑玉则带着阿娘直接起身离开。这时听到动静的乌莲从林后走了出来，郑玉对自己耍的小伎俩，此时全被他看到了眼里。郑玉想要喊人将阿娘送回去，阿娘却说自己就可以回去。可就在要离开之时，却突然发现面前的院墙分明就是几月前自己与银木前来寻找他未婚夫的地方。看着郑玉的脸，他想要询问他是不是认识自己，可郑玉却说2人只是在上次葬礼上见过一面，之前从未与他有过相见。银木因为在崖底没找到阿娘，于是便来到了枯井旁想要寻找，到了后却离奇发现枯井竟然此事被人填平了。到了晚上，巫女将郑玉喊到自己的房内，她想要责问郑玉为什么要将阿娘送回去。郑玉见此，赶忙对着乌莲道歉，可这次乌莲却并没有对其责骂，反而转换了一副态度，苦口婆心地为其吸起了毛，并将阿娘是不死之身一事告诉了他，让其与之好好相处，将自己变成阿娘的情郎。女孩出生以来第一次与男人约会，可就在路边吃点心时，发现一旁一个乞丐正在跟自己乞讨。她看了乞丐一眼，在思索了一番后，将手里的点心递了过去。可乞丐刚想接住女人，却把点心又伸向了远处。就在众人诧异之时，一旁的鬼魂见女人能看到自己，一脸不可置信地接过了食物。随后乞丐看着女人手中的点心，也一把夺过去，转过身和乞丐一同跑开。一旁的郑玉见此问他这是何意，可阿娘却说自己当年也是鬼的时候总是吃不饱，所以现在成人了，每次看到鬼魂都会为他们供奉一点食物。郑玉因为看不到鬼魂的存在，可见阿娘说的又如此逼真，不由愣在了当场。可就在郑玉要送他回去之时，银雾突然骑马从一旁溜了过来，看2人在一起，他一脸醋意地对着阿娘伸出了手。阿娘见此，便与银雾一同上马，在对郑玉一番道别后，跟随银雾离开。2人走到半路时，银雾一脸妒意地询问阿娘，那个男人都把你是他未婚妻的事情忘了，干嘛还要跟他凑到一起？说完便直接起身下马。阿娘见此也跟了下来，直接问了银雾一个致命的问题：石道，你是不是吃醋了呀？银雾见此当即露出了不屑的表情。可这时阿娘却告诉银雾，让他千万不要喜欢上自己，因为自己现在的阳寿剩下了仅仅不到2个月，如果在剩下这2个月内他还是找不到真相的话，那他马上就要被阎王打入地狱。也就是说，无论能不能找到真相，我都是要离开人间的。说完后转身走向了身后的林中，只剩下银幕自己呆呆地愣在了原地。而另一边，郑玉在回去后，乌莲跑到他的房间找到了他，想要向他询问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可郑玉却默不作声，这不由得让巫女察觉出了一丝异样。等到乌莲走后，郑玉看着阿娘的画像，回想起2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涟漪。第2天，银乌带着阿娘来到集市，买了一身新衣服，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的草地上。他告诉阿娘，既然留不住他，那他便想要带她看尽这人间的美好。2人一同坐在草地上聊了起来。看到阿娘头上戴了一朵花，
樱木告诉阿娘，自己小时候有个女邻居，也喜欢把花戴在头上。当时女邻居经常找自己帮忙，她虽然很烦，但还是会去帮助她。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女邻居失踪不见了。后来她还做了一场梦，女邻居变成了一只女鬼，整天缠着自己说她是个处女鬼。阿娘说，找到母亲以后你想干嘛吗？樱木说，想知道她当初为什么要抛下我。男孩8天没有吃饭，他拼命呼喊面前的母亲，可母亲却仿佛听不到儿子的呼喊声，失魂落魄地走到了门外，看着面前拆散自己和夫君的仇人，可却根本不敢上前，只能一脸怨恨地看着他从门前走过。而小男孩就这样饿死在了家里。这时下凡历练的玉帝恰好看到了面前的一幕，于是便走上前施法救下了男孩的性命。鬼差刚刚赶来，想要锁魂，也被玉帝用眼神直接劝退。玉帝对男孩说，从现在开始，你多出来的生命就不再是你的，总有一天你会记起今天的这段缘分。说完后，他便将男孩抱到了一旁的凉亭下面。自此以后，樱木便拥有了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长大后的樱木为了找回失踪的母亲，他与阿娘拿着当初找到的黑色符咒，找到了城内的巫女，想要向其打探符咒的来历，却意外得知这个符咒并不是辟邪驱鬼所欲，而是用来设置屏障，从而躲避天界的干扰。为了搞清楚郑家竹林内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樱木便在深夜偷偷潜入。很快，他就在祠堂下面发现了一间密室入口。进去后，樱木发现密室下面封存了很多坛子，于是他便偷偷抱走一个，想要回去研究。阿娘看到樱木带回来的坛子后，当即就看出了这个坛子气集中，并且盖子被巫术封印，根本无法打开。于是两人只好带着坛子再次找到巫女，想要让她帮忙打开。巫女看着面前的坛子，按照自己祖母留下的古籍，在念下一通咒语后，当即将坛子的封印破解，直接掀开了盖子，里面的一缕亡魂瞬间被释放出来，紧接着化身成了一名红衣鬼兵。巫女还以为这是神明，便对其朝拜了起来。而阿娘与银乌一眼就看出了男人是一只恶鬼，于是当即与之扭打起来。等到他将鬼兵消灭之后，躲在密室内的屋檐当即察觉出了异样，灵魂差点被分出肉身，当即变得痛苦无比。到了晚上，在得知郑家的祠堂内储藏了如此多的恶鬼之后，云雾在月圆之时便将巫灵召唤出来，将此事告诉了他。两人很快便一同潜入郑家祠堂。很快，祠堂周围的鬼兵们便开始对两人攻击起来。在经过一番恶斗之后，两人一同潜入了祠堂的密室。可刚走下去，看到藏在地下的屋檐，银雾就瞬间愣在了当场。这是他的母亲吗？他径直地走到了屋檐身前。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巫灵见此，当即从怀中掏出匕首，想要上前将其绳之以法，可却被身后的银雾直接挡了下来。巫灵想要上前对巫女动手，可却被银雾死死地挡住。而雾莲这时也施展出了法术，一堆黑气瞬间在坛子周围散开，一群鬼兵被释放了出来。雾莲想要趁乱逃跑，却被银雾上前一把抓住。紧接着，雾莲与银雾母亲的身体开始变得有些摇摆不定。雾灵上前一把将银雾击退，掏出匕首想要杀了雾灵，可却发现自己的匕首根本无法伤害到他。就在雾灵诧异之时，雾莲当即施法将一旁的两人震飞，随后慌忙逃出地窖，让郑玉带着自己逃离了这里。回去后，银雾神情呆滞地坐到了地上。阿娘见银雾神情呆滞，便上前对他进行了一番询问，这才得知原来银雾苦寻了多年的母亲竟然变成了被邪灵附身的鬼巫。第二天，银雾找到女巫，想要向其询问有没有能将恶意附身他人肉体的邪灵赶出肉身的方法。女巫在古籍搜索一番后，告诉银雾，唯有找到一个能甘愿让邪灵与之互换身体的肉身，放弃现在的肉身与其互换，那这样被附身的人才会恢复正常。阿娘在得知这番消息后，看着面前心力交瘁的银雾，十分心疼，想到自己还有2个月就会命丧地狱，于是便找到郑女，想要让其将自己带给乌莲，将银雾母亲的肉身互换回来，再让巫女为银雾转交遗术。之后，阿娘找到郑宇，准备和他一同寻找乌莲，可这时郑宇却对其动了恻隐之心，想要劝阿娘放弃这个想法。就在两人拉扯之中，在这一瞬间，阿娘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来一片记忆，原来当初的自己并不是被别人谋杀，而是为了保护正义，甘愿为他挡下一刀，这才被人杀害。在回过神来后，阿娘赶忙转过身，自己奔着屋檐所藏的山洞中走去。乌莲对阿娘这番可以永生的躯体十分满意，当即就想要施下巫术，将魂魄转移到阿娘身上。可就在这时，郑玉却突然冲进了山洞中。乌莲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断，气恼的一掌将郑玉击飞，随后便打算再次进入阿娘的身体。
这时突然乌灵出现，他掏出匕首对着乌莲就要下手，可银雾这时却又冲了进来，阻挡了他的攻击。随后抱着阿娘赶忙离开了山洞。两人来到一棵树下，他看阿娘逐渐醒了过来，当即告诉他，如果要靠失去你来将母亲换回来，你觉得我会幸福吗？你什么都不要去做，把一切都交给我就好了。两人相拥而泣。一个单身了38年的老男人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屋外还冲进来2个小男孩，不断喊着自己爹爹。就在男人诧异之时，屋外的女人端着饭菜走了进来。就这样，银乌一脸诧异的上了街。等到了关押后，他惊奇的发现自己的仆人尸体已经成了现压的石头，而自己的母亲在巫女的唤服下也走了过来。银乌一脸懵逼的和母亲一同走在回家的路上，可就在半路，他想要对着母亲拥抱一番之时，母亲却突然告诉他，师傅教给你的话一定要牢记于心。就在银雾诧异之时，玉帝突然现身，出现在了银雾身前。银雾一脸吃惊地问他是何人，玉帝当即对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还告诉银雾自己是他的师傅。听到玉帝的话，银雾当即便询问他，既然他身为玉帝，那他有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母亲？玉帝在思索一番后告诉他，你试着回想一下，对于你的母亲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虽然她不能救活你娘，但她却可以拯救她。你娘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好好想一想。说完后便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了空中。而这时的银雾也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回想起梦里玉帝告诉自己的话，银雾当即从阿娘手中要回了母亲的发簪，然后与巫灵一同潜入了巫莲栖身的屋内。在巫灵的配合下，迷雾拿着当初自己送给母亲的发簪，狠下心来扎进了母亲的体内。很快，一缕黑气便从里面飘散出来，雾莲身上的魂魄在肉身内痛苦的挣扎，没过多久便狰狞着被逼出了体内，然后冲着阿娘的身前奔袭而去。可刚要冲上前，就被阿娘的一声怒吼震飞。乌莲当即一把搂住乌莲，然后狠狠地将刀扎入了他的体内。乌莲瞬间化为了一缕黑烟，消散而去。而银木母亲身上的伤口也在瞬间愈合。可因为灵魂的重创，玉云雾没能说上几句话，就撒手人寰，离开了人世。在与阿娘为母亲上坟之时，云雾突然拉住阿娘的手，告诉她巫灵已经将怎样调查阿娘死亡真相的事情告诉了她。只要他们能够潜入阴间，能找到放在黄泉陵中的生死簿库房，便可以从生死簿上找到阿娘的死亡的真相。于是两人在一番商量后，便让巫女将两人的双手绑到一起，然后拴上铃铛，随即施法送去了阴间。很快，两人就被传送到了阴间的树林内，并顺利找到了生死簿的库房。可就在他找到阿娘的生死簿后，却意外发现，原来害死阿娘的凶手就是阿娘自己。就在他诧异的想要离开时，却突然在一旁发现自己的生死簿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打开以后，上面写着自己因为在38岁之时误闯阴间而亡。看到这里，银雾赶紧推开房门，带着阿娘就往回赶去。可就在跑到半路之时，突然阿娘摔倒在地。等到银雾回过头以后，阿娘已经消失不见。阳间的巫女见天要亮了，拼命呼喊两人。这时阿娘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一旁的银雾还在昏睡，瞬间也愣在了当场。可这时巫女却也惊奇地发现，一旁的阿娘此时的身体也正在变得模糊。她想伸手触摸，却发现阿娘已经消失不见。10年之后，一个小女孩正在林间玩耍，一个小男孩看到后赶忙上前与小女孩搭讪。姑娘长得好生漂亮，不知是哪家闺秀，可否告诉在下方名？女孩说迟到啊，我不是让你不要喝那忘川河的井水吗？你是不是又喝了？真是气死我了。银雾听到女孩的话，直接呆在了原地。阿娘见此，只能无奈地再次为她讲起了当年一个叫阿娘的女鬼与史道之间的故事。一转眼，故事就讲了10年，可银雾还是没能想起来。女孩说，她说了这么多年，难道银雾还没记起来吗？银雾说，对于我们来说，当下的这一刻才是最珍贵的时间。是啊，珍惜当下。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亲爱的宝子们，动动小手给我点个爱心加关注吧。祝您身体健康。